验，死者头部无伤痕，无中毒迹象。记下了。验，左手臂和左手背有抓痕，左上臂有淤青。验，死者右臂腕处有大片的淤青，手臂有抓痕。验，死者后背遭利刃插入。记下了。胸肋也有创口，前后创口，皮肉多卷凸，周遭血痕凝结。记下了。袍服处也有破口，与尸体的创口同类，且内外都有血迹，初步可断定遭利器猛刺，后背插入，洞穿身体，胸肋而出，此乃致命之伤。有伤口推断，应死于前日亥时。这都能算出来？记下了。验尸壁。娘，那儿不是还有一具尸体？娘，您不能太累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儿独孤阳何在？他已学成仵作，叫他来验尸，我一旁辅政。娘，独孤阳，他……你支支吾吾的为他遮掩什么？出了命案，身为仵作却迟迟不到，如何对得起捕贼官和公谢的信任？如何对得起死者和家属的期待？我就说嘛，犯病了，如此恍惚，验尸所得能算数吗？春条，快带你老娘回家吧，告诉她独孤阳已经死了，昨天是他自己给验的尸。信城。我儿已经死了。大唐女仵作草会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娘，啰嗦什么？娘，咱们今日先回去休息休息，明日再验那具可好？验尸关乎死亡真相、人间正义，身为仵作，岂可懈怠？放心，有我在呢。验，死者头颅完整，无中毒症状，双眼突出，舌溢出，双手微握，鼻内出血，颈部有大片的淤青和抓痕，疑似生前与人厮打，被掐中喉咙所致。记下了。娘，别慌别慌，大家来帮忙，架到屋里去。娘，快，走。二郎，二郎，我的弟弟，我的弟弟，二郎。死者身份确认为盗墓贼鲁二，刚刚验尸所得也和春山所说对上了。真可惜。二郎，我的弟弟，二郎。
除颈部并无明显外伤，是被掐死的。先把尸体抬回宫廨吧。你，哎，马老板，待会儿我可要去你店里买糊饼加羊肉了，我小儿子最爱吃了。好，爱吃就好。二位吃好了啊，吃好了，哎，再来啊。好，谢谢。二位慢走。哎，老板，您回来了。把所有伙计都叫出来。啊，等等，还有各家分店的掌柜、伙计，全都叫来。好的。屋里有人养伤，你不要怕啊。哎，你醒了，哎，我来。慢点儿。细菌，还真是你。我迷迷糊糊的，好像看到你和费吉时了，还以为我是去奈何路上的梦境呢。他呢？我记得他也中了暗器，活着还是死了？好着呢，就是还没有醒来，最好死了。怎么了？你是饿了吗？他让你为他阿父和阿兄伸冤，你知道他想说什么？这点本事没有，还怎么行走江湖？太好了，小姑娘，我知道你阿兄已经死了，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在泥涌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讲给这个姐姐听。糊饼夹羊肉，我们老板请客，送给石阳父老品尝。来，都有啊，都有，别提，来你的，来，别提啊，来你的。这糊饼还真挺好吃，多少钱？不要钱，马怀啊，让伙计满街送人，还说连送3天。嘿嘿，哎，县令，您尝尝。这糊饼卖不出去吗？没有啊，自从马怀回石阳开糊饼店，那真是生意兴旺啊。哎，那死者娄清台曾怀疑其父娄礼德就是吃了这糊饼被毒死的。哎呀，马怀他不会。陆凌风，这2张是我根据死者娄清台之妹的描述草草勾勒的，你看看，对探破案情是否有用？哎呦，裴小姐，那青鸟是个哑巴，你居然能猜到他说些什么，还画了画，神人也啊！那是，裴小姐确是神人。当初在南州之时，何人击打邓文国？马怀，你为何击鼓啊？这鼓可是为有冤之人准备的。我杀了人，杀了娄清台，
我认罪。那天晚上，我是去给独孤阳送粘土的。刚把所有的土搬到院子里，娄青台就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找独孤阳算账的？对，他不在。那我就找你算账。我说过，你爹是喜欢吃我店里的糊饼，但他的死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？那你为何塞给独孤阳钱，还是银挺？你现在又在干什么？你这么有钱的一个老板，为何帮独孤阳干活？分明是你们串通一气，他帮你隐瞒了毒害我爹的罪行。我没毒死你爹，也不许你诬陷独孤仵作。我爹，娄青台，你不能诬陷我，可不能诬陷独孤仵作。哎呀！回到家，我越想越好怕，怕娄青台把这个仇也记在独孤仵作的身上，趁他饮酒之际归来报复，所以我就又回去了。没想到娄青台已经死了，失手杀了人，我懊悔不已，但也来不及。我害怕被人发现，就把尸体藏于泥俑之内。我怕被人撞见，就丢下换了一半的泥俑跑了。我马怀是杀人凶手，没什么好抵赖的。杀人偿命我也认，只可惜娄礼德已死，我不能和我爹娘被同一个刽子手砍头了。大胆满怀，娄礼德可是你毒死的？当然不是，我的虎饼夹肉用的是新鲜羊肉，调料丰富，味道鲜美，但没有毒。那你为何要行贿独孤阳？何谈行贿？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谁画的？画的还真有几分像。这么说你承认了？不认，不认。有证人，娄礼德之女青鸟亲眼所见。你若欺负她是哑巴，拒不招供，本县令是会动大刑的。我承认给过独孤仵作银挺，但那并非行贿。我不允许你们玷污我恩师的清白。恩师？莫非你在向他学习制作防盗墓贼的泥俑？这些与我杀人无关，我不想说。你第一次离开明气殿后院之时，可见到娄青台咽气？没有。他的眼睛是否凸起？舌头又如何？这我记不清了。双手呢？好像是捏着自己的脖子，试图顺过气来。陆大之敌，青鸟，暗雄，
苏先生刚刚所说的青鸟阿兄，那便是娄青台啊；鲁大之敌，那便是鲁二啊。虽在梦中，却能说出2具尸体的名字，神呐，神呐！可惜尚在昏迷，无法验尸。我想他没有10日8日醒不过来，应立即请临县仵作前来协助验尸。怎么还要请仵作？3具尸体不是均已验过吗？曹慧是个称职的仵作，却因发了病，验尸并没有完成。更何况，按照现在的口供及验尸所得，鲁二为独孤阳所杀，娄青台为马怀所杀。可是杀害独孤阳的凶手，却没有任何线索。关于杀害独孤阳的凶手，我心里倒是有3个嫌疑人。哦，说说看。首先是春山，最值得怀疑。宝印呢？根本就没有什么宝印。拿着10两银子离开石阳县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独孤阳，你怀揣宝印，却让我姐跟你过苦日子。这么多年我没说过啥，如今你拿块银条，就想让我包庇你行凶，你以为我是要饭的？无耻之徒，还不如一个骑者。快滚，快滚！独孤阳，不把宝印给我，我自己找。但结果，春山并没有在明七殿找到独孤信多面印，便逃出石阳，在青川镇参与斗宝赌博，遇到了卢将军，后又潜回，试图在独孤阳家里盗得宝印。你的分析不无道理啊。可春山杀人的口供呢？证据呢？这现在没有。但对付如此无耻之徒，恐怕只能上刑了。接着说。第2个值得怀疑的，就是董浩谷。我没有报官，是怕反被怀疑。未得的宝印，董浩谷先是勾引有妇之妇，又试图利用春山这种小人。这种人的话，能信吗？我想，那天晚上应该是这样的。此宝印，乃我家祖传之物。害王害吾，莫要委屈了他。好说好说。独孤阳，你还真以为我跟你做买卖吗？我爱宝印，我更爱银子。董浩谷得了宝印，却没有立刻逃出石阳。一是怕露马脚，2是想得到春条。好像也有些道理。张口就是，他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，但此等奸商怎能轻信？你还怀疑谁？牛大明。更夫钟伯亲眼看到子时末他仓皇逃出了明七殿。之所以慌慌张张，是因为他刚刚杀了独孤阳。谁呀？牛大明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娘子的事情与你无关。你死了，你娘子就与我有关了。我日日想夜夜梦的春条，就是我的啦。为了春条，牛大明已经魔怔了。我现在倒是觉得应该先审牛大明，他比春山的嫌疑还大，更何况还有证人。你所言确有道理，可牛大明不肯招供。哎呀，他在宫谢多年，狡猾得很。要不是想让他如实招供，只能上大刑。独孤侠说啊，前不久的长安，魔王托庇血雨腥风，时间紧迫，探案无门，也有一番先后落网。可我与苏无名从未对一人用刑，就是怕屈打成招，酿成错案。独孤惭愧，
多谢卢将军教诲。那我们现在是？陆凌风，按青鸟所述刚画的。独孤县令，你之前所判有失公道。哪里错了？愿闻其详。董浩谷所购墓中之物，罪行等同盗墓，可只打了20大板就给放了。那牛大明虽当街提刀，却只是杀人未遂。况且当差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，怎可关进死牢呢？那依卢将军之见，放了，毕竟是公谢老人嘛。你善待手下，别人看见了，才会愿意为你效劳嘛。这恐怕不可吧？有何不可？噔个儿里个儿楞个儿里个儿，嘚儿楞个儿噔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还请老子去过堂啊？不是过堂，是让你回家。老周，你耍弄我？你爱走不走？何人害老子？我只要宝贝，不要命。留下你身上的宝孔，可以滚了。哪儿来的流寇？敢劫我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！好汉，交个朋友，这些金银，一人一半，如何？想得美！有个独孤什么的，什么意？要是有那件宝贝，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。独孤信，多面印。对，这个我没有。死到临头还不老实，看来我只能割下你的脑袋了。不，我真没有。英雄，饶命！这些都给你。我就要那宝印。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，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，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他娘子的，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。可惜我在公谢多年也被骗了，还差点掉了脑袋。幸好书呆子县令糊涂，把我放了，我这不赶紧逃命吗？我这书呆子县令是糊涂，弄不明白。你在公谢当差，哪来的这么多金银珠宝？牛大明，牛大明，独孤下属何在？苏先生，你醒了？老周，那牛大明很是狡诈，可先将其放了，又其暴露。已经放了。刚得到的消息，牛大明试图潜逃，县令又带着人去抓了。何人之策？卢将军。我想起来了，陆凌风也来了石阳。卢将军还在冥器殿里的泥俑里搜出了2具尸体，分别是盗墓贼鲁二和娄青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可验了尸，验了，可审了一番。审了，快将所记拿来我看。好。县令，卢将军，苏先生醒了，太好了！
他说什么了没有？他说让你把牛大明放了，有其露出破绽。哎呀，卢将军，你看，苏先生又跟你想到一起了。他还要去了卷宗和验尸记录，现在正叫人抬着去宫谢停尸之所。何人有急登文过？老人家，别敲了。本县令在此，您为何不在家好生休养啊？我好了。这老酒鬼竟是个神医，给我扎了几针，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是力气。身为仵作，验尸岂能半途而废啊？尸首在哪儿？叫我继续。快点儿，快点儿啊！女仵作都说了，那掐脖子的伤不足以致命，赶紧安排他继续验尸吧。大唐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鬼神必之。你在做什么？验尸。你是仵作？不是。尔非仵作，何谈验尸？老人家，他是……把我抬出去，别妨碍仵作验尸。你看醒了吧？义兄，义兄，不苦，为兄度过此劫，至少能再多活10年。费老技师，多谢你又救了我一命。要谢就谢卢凌风吧，要不是他，那刺客就把你的脑袋取走了，那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那就请义妹代劳吧。卢凌风他好像不愿意理我。义兄，他对你有误会，你这么做肯定有难言之隐，你应该说出来。哎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说也罢。老费，告诉独孤县令，待曹慧验尸结束之后，我想再验一次。谢君，你上街上帮我买样东西。好。哎，义兄，樱桃也醒了，要不要带你去看看他？你还是先帮我去买东西吧。禀县令，死者虽无明显的外伤，但并不意味没有致命的内伤。半个时辰后，请将尸体置于太阳下，曹慧继续验尸。义兄，买回来了。好，独孤县令，既然仵作还没回来，可否让苏某先试试？苏先生想怎么试啊？取水来，浇在尸身上。费技师，帮个忙，用此红伞遮挡住太阳光，仔细观察每个部位。好嘞。
们看，老费，把伞拿开。躺上。非利器钝器所造成的伤痕，不明显，也不容易被看到。由此消隐的伤痕可推断，此处肋骨受重压而断裂。哎呀，厉害呀！倘若是时间太久，尸体已经腐烂了，只剩骨骸，那又当如何呢？可用蒸骨法。别吹了，你这番话难以服众。那就只能剖开胸膛，直观其肋骨。剖尸？若死者家属不准呢？那家人不准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大唐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点火！靠白眉饼。春条，跟我学。磨蹭什么？娘，我怕死人。仵作之气，何惧死人？哎呀，就不要难为他了，我来。老酒鬼，让开！我家3代仵作也是从无差池，如今在石阳公廨之内，在县令和诸位的注视之下，你就算替我儿帮帮娘。是。禀县令，这几处肋骨已断，乃重物所致，此人是被闷压而死。白眉饼验尸，我曾听恩师狄公提起过，没想到今日能亲眼得见。多谢老人家。此法是将尸体内伤呈现于表面，手法高明。卢凌风，钦佩不已。诸位见笑。尸验毕，曹慧告退。哎，等一等！本县令携石阳公廨一众，谢过老人家。谢过老人家。徐县丞，验尸之资，双倍奉上。好，钱我不要，我只求新任县令尽快破案，拿住杀害我儿的凶手。曹慧，我静候佳音。娘，娘，老人家留步。独孤县令，案情已基本明了，不如将疑犯提至公堂，当着众人的面审断此案。公堂之上，本县令询问，尔等要想好了再说，因为你们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。
马怀，你的胡饼做得很好吃。多谢。你称独孤阳为你的恩师，现在他的母亲、娘子均在，可否说一说你拜师的经过？我说过，这与本案无关。杀人者死罪，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不妨说给我们听听。我也是个举子，但多年未中，心灰意冷，远走西域，在西周待了10年，做胡饼生意，赚了些钱。1年前，我回到石阳，却赶上爹娘相继被行刑。老李德，我早晚弄死你！我确实说过那样的话，但那时也是气话。我离家没多久，爹娘就去做了盗墓贼，他们死得不冤。我留在石阳开了胡饼店，与普通的胡饼不同，我卖的胡饼是加新鲜羊肉的。我多开分店，除了给掌柜的，还给那些伙计们分所得红利。就是希望他们有了正业，不去动盗墓的歪心思。给父母下葬之际，我去了灵渡冥器殿，惊讶地发现，那里防盗墓的泥俑做得精妙绝伦。我想学这门手艺，学会了，我要去教会更多人，并在各州县都开一个冥器殿。这倒是个独门生意，但独孤阳所售泥俑卖得很便宜，你想借此发财，要涨价多少倍？在商言商，价当然要涨，但我更想做的是叫天下再无盗墓之行径。可独孤阳嫌我是盗墓贼的儿子，拒绝了我。我不在乎，常上门求他，每个月自己花钱买一车做泥俑专用的粘土给他送去，以表学艺的决心。终于，2个月前，他答应了我。你真的答应了？我想通了，凭我自己的手艺换些钱，还能让春条过上好日子，那也值了。师傅，你给独孤阳多少钱？说好，总共给10两的银亭9块，每月付3块，共学3个月。现已付6块，是有文书的。6块银亭，我怎么未曾见过？我有一次也问过师傅，师娘收到银亭可高兴？还没给他。你出师之际正是春条生日，到时一并给他，想必他会高兴的。我听说师娘常去找人喝茶饮酒，师傅，无聊之人的闲话我不想听，你也不可学说。我自己的娘子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。春条，大堂之上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是。马怀，你拜独孤阳为师，别人可知道？他叫我保密，我也不想张扬此事。如此说来，青鸟那日所见，你给独孤阳送的银艇，是拜师的费用。对，就在前几天，我学满了2个月。现在想来，那天正是恩师给楼里德验尸之日。楼里德，刽子手，我给他验过尸。尸体无外伤，也无中毒的痕迹，应该死于急症，无嘴歪眼斜，
手脚屈曲之态，故并非风疾。我看他神态痛苦，应是胸闷压榨、闷痛之死。此症也称心绞之症，多发于饱食后好气力之时。他正是食用了太多的夹着羊肉的糊饼，吃完后就在院子里举石锁练臂力。这就对了，儿啊，你验尸没错。有娘赴宴，真好。儿当了一辈子的仵作，从没出过一次错。儿子这也算没有辜负娘亲传的技艺。儿啊，你怎么了？小小年纪，说什么一辈子呀？娘，我最大的福分，便是能做娘的儿子。你不后悔做仵作了？仵作贫寒，且卑一贱。当仵作之职，事关死亡真相、人间正义，总得有人做。马怀，这么说来，你人还不错，可你掐死了娄青台，这是死罪啊！无法乱，斧头案，马鸣萧萧彩云散，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，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